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美各自降了115%的关税之后，你看到现在好多人在囤货啊。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百度热搜，第1名叫做中汽电话被美国的客户打爆，重点来了，一船难求，大家都要等啊，希望在这90天、这3个月之内啊，赶紧囤货所以你看到珠三角在广东它的工厂啊已经开始动了，本来都 hold 住嘛，现在开始动了，大家抢啊，抓紧这一段时间赶快赶订单。出货，然后呢，夺分争秒争分夺秒，在可能重新上调关税之前，赶快把商品运到目的地。因为大家不知道这3个月之后，是不是川普又变了？所以赶紧，这算是一个机会之窗，赶紧下订单，赶紧做出来，赶紧把它运到美国去所以美国线的仓位现在秒空，中国的海运、港口股暴涨，包括中国 A 股的海运股跟港口类股集体爆发，锦江航运、厦门港务、重庆港、北部港湾等等涨幅都超过5%我们看到美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回到起点，所以中国大陆的供应商说，我们学到教训了，未来不会押宝美国单一市场，我们要分散风险，谁晓得到时候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呢，看起来是紧张关系降温了现在目前看起来，习近平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跟川普2个人通电话呢？我们看到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的时候说这个习近平可以预见自己跟习近平就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最终细节进行直接交涉，他就在暗示2个人可能会通电话或者是见面，并且说美方正在努力让中国开放。可是目前为止呢，中国大陆的回应其实非常少。可是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还是在30%，那其中20%是什么呢？大家说叫做芬太尼关税这个东西就是毒品的部分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这样讲的MOFA 说这个中方已经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自己。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所谓的关税调降从14号12点01分开始实施有很多的一个现象，包括稀土，现在有许可证被发放了吗？路透说福斯汽车在列这个大家知道，本来中国大陆强烈的强制的这个非常严格的管制稀土对于美国来说是一项打击。那现在呢，说是稀土出口许可过去只会发放给拥有欧洲和越南客户的供应商，现在许可证是按照4间供应商的客户逐一发放。可是现在不清楚这4间公司的所有客户是否都能够获准，所以一切都 uncertain， 都还不是非常确定。可是已经是好消息了，至少有曙光。那另外我们看到彭博社的报道说，美中贸易会谈之后，中国取消了波音的交付禁令某种程度2边都释出善意，像是波音之前被 hold 住现在这个禁令被取消了直接这个收款安排交付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像是桑莫斯他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是在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也是经济学家。他就说美中关税战，川普先让步，虽然很尴尬啦，让美国人觉得有点下不了台，但是这是正确的选择。他说很明显在这场胆小鬼的游戏里头，川普先眨眼了我跟赖老师2个人比谁可以在10秒钟内不要眨眼睛，结果我先眨眼了我输了即使有些尴尬，可是这是正确的选择那避免灾难性这个贸易的策略被实施，进一步伤害美国的经济。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岸这边的微博狂刷
川普先跪哦。那这个《华尔街日报》说，这是川普的虚张声势被看穿哦。那《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川普败阵更像是投降，他亲手摧毁了美国的经济信用和政治信誉。中国也借此证明了一点。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这条路走不通哦。那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战哦，晶片战。华为哦，这个想要突围美国的封锁，可是我们看到礼拜二哦，就是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下令，任何企业使用华为的 AI 晶片都会被列入哦违管哦这个违规的管制规则哦，你违背管制规则哦，所以美国对于封锁这个华为还是非常的用力哦，不断的封锁。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半导体商哦。叫做 SynCarrier 哦，新凯莱哦这一家哦，它现在市场传言它可能可以造这个5奈米以下的晶片，说是成功了，可是现在还是传言。那它跟华为合作哦，募资了28亿美元，剑指中国的晶片设备霸主哦，他们是不是能够突围呢？我们再来看看华为的平板电脑，第一季出货在中国排名第1，全球也排名第5，表示哦，它的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来，先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对于美国的进口商来说，他当然会担心说，90天后会不会川普跟大陆因为没有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然后最后又恢复课税，那川普自己也说，如果90天没有达成协议，要恢复课税，这就形成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当然，有些人会赌说，会不会比照 T-Dog 啊，90天满了又延90天？但是问题就进口商来讲，他不会去赌这个，他宁可把仓库的货堆满。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下半年哦，美国的节很多。有万圣节，有升天节、复活节，还有就是他们的7月份的国庆日，还有就是圣诞节。那圣诞节怎么可能说这个没有装饰品？一定是因为这个是1年工作的结果，全家都要团圆，最大的节日，那当然要布置嘛，家里要布置，家外也要布置。那所以也要帮家人准备很多礼物。那这些礼物绝大部分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所以我个人认为，进口商一定会想方设法，尽量多囤点货，因为没有人想再冒这个风险了。所以当然就是一船难求啊。然后大陆的这个企业，当然接到订单就想办法开足马力，那等于是要用3个月来赚这半年多的钱。可是大陆因为受到这次的教训啊，例如说过去100%依赖美国的这些出口商，他一定会分担风险。从美国赚来的钱，然后到欧洲、到中东、到拉丁美洲、到非洲，可以去开阔新的市场。所以他们一定去设很多的行销点，然后往外开阔。那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一定对于美国的出货，未来他们的订单不会完全依赖美国，或者是会减少依赖美国。川普如果要在90天要谈判，他的筹码就只会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大陆很多的企业，他开始分摊了以后，当他拿到外面的订单，例如说亚洲多拿的订单，中东多拿的订单，他对美国的依赖就开始在减少，份额也在减少。那别的地方在增大的时候，对这些企业来讲，他越有底气了。如果你今天完全脱钩，他也不怕。那这样的情形，川普哪里还有筹码？所以我估计未来这90天，川普跟大陆谈判，他只会越来越少筹码，而不会越来越多。这个谈判对于川普来说将会非常的艰难这已经可以判断得到的问题。稀土这个部分，大陆加紧管制咯，而不是松降，不是。它有2个途径，一个是在5月9号，5月9号对于走私，包括透过邮件，所以他现在已经通知很多像无人机不能整机出口。然后只要你的这些东西包括废件，如果含有重稀土的，那都必须要查明清楚。所以他现在在5月9号的时候，各部会在深圳开会，怎么样去杜绝，不管从船、从飞机、从邮包从海关，还有从边界里面走私出去的，都在杜绝。到5月12号的时候，就是他们中美协议完成的时候的第2天，他们在湖南的长沙把7个省，就是专门做稀土的7个省的负责人都找来，在跨部会
大家讨论把这个稀土的管制再加紧。加紧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们就等于是说，你要透过走私、透过邮寄、透过各种混充出去的可能性，把它降到最低。而且现在要用刑法来克制，就是说，不但你一旦被查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财产被冻结，而且是永久冻结。第二个，涉案人要课予刑法，要移送法办。那这样的话，就有效的会吓阻了。最后才开始发许可证，可是你看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给美国许可证。福斯是德国的，Volkswagen 嘛，Volkswagen 不是福特，OK， 不是福特，所以它是更严谨的在管制，没有它的永磁土，你的发动机，了解，你的车子的发动机就开动不了，明白？因为它都是要用这个电池嘛。谢谢赖老师给我们深入的解说，来，接下来请教彬哥。其实我看美国媒体这2天也在传一些这个非常戏剧性的东西，比如说彭博社就在讲说，为什么能够这样急转直下立刻谈成，是因为贝森特他现场就是把那个盐拿起来这样撒了一下，说那一点点就可以让我们在座所有人全部都被毒死，然后再抓更大一把之后就啪一下，全瑞士人都会被毒死，然后说现场中方代表全部都被他震慑住了，所以就签了。我觉得彭博社的人是不是好莱坞电影看太多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谈判双方一定都是把自己的所有利弊得失全部都考虑进去，然后你也是有一个底线在，怎么可能哇？突然之间因为对方一个很厉害的表演你就放弃了？哪有这种事情？真的，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彭博社也在胡说八道。那实际上很明显的，贝森特会从美国跑去跟日内瓦去跟何立峰谈，其实就是美国一开始就准备要让，实际上川普还没有开始谈，川普就自动直接从145降到80%，然后结果现在又降到30%，接下来我认为可能还会降，因为他知道他盯在那边受伤大了，不是中国大陆，而是他自己，所以他必须要降，这是美国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去降，而不是单纯对中国大陆让步而已。所以我觉得谈判如果把它这么儿戏化，我也是觉得蛮好笑。那当然，你看这2天川普一直在干什么？他在吹捧中国大陆，他讲中国大陆多好多棒，然后你看连那个什么和平统一都讲出来，对不对？然后他今天又在讲了，他说他希望中国大陆开放更多市场之后，美国企业能够大举进去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赖清德不是才在告诉我们说要那个让美国非红供应链吗？对。那现在结果美国你非红供应链，然后美国去中国大陆投资，请问一下我们在干嘛？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是我们完全搞不清楚这个世界往哪边发展，就是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觉得赖清德的整个幕僚团应该全部抓起来打屁股，还是你们幕僚都跟他讲赖清德死都不愿意相信？这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所以赶快看清楚局势吧。像稀土这个东西，我也赞成赖老师的见解。我认为大陆不可能这么快就放，是因为现在只是暂缓90天呢，还没有整个东西敲定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放？我一放你美国黄了怎么办？对，所以而且川普是一个说变就变的人，大陆一定会等到整个局势已经全部确定了，才会慢慢松绑，还不是一次松绑，慢慢松绑。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还会再演变。那但是我觉得美国有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很多美国学者也看出来这一局确实是美国自己先撑不住。那还好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川普从来不在乎什么胜败，只要他获利就好。对，只要他自我感觉良好就 OK 了，他不尴尬了。对，只要他不尴尬，尴尬就别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川普这种个性也是很不错的。那但是美国会不会放松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呢？我觉得还是不会，他还是会在各个方面，关税这边他可能知道已经没机会，可是他会从其他的角度、其他的管道，还是持续的去压制你，因为最终还是中美两强争霸的问题嘛。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美的对抗是一路会到底。那我们这一些小蚂蚁，两头大象在打架，我们这些小蚂蚁应该站哪个位置，自己要考虑清楚。然后赖总统前一阵子才告诉我们说，我们绝不可能左右逢源。你看全世界现在都在左右逢源，为什么台湾不可以？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选一边站？而且你选站的那边，现在看起来一副要把你踩死的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到底要怎么做？对啊，怎么左右逢源是最好的策略啊？你做不到就让别人来做嘛。来，将军，
其实这次的关税谈判来讲，大家都说中国赢了，可是中国来讲的话，对美国征中国是30%的关税，那中国只征美国10%关税。那这20%是什么呢？是美国硬要说是芬太尼的因素，所以说跟中国要加征20%。其实这很明显的是在甩锅给中国哈。那你要用这种名词，但是中国来讲，你要加我这关税，因为关税是你美国定的嘛哈。那我也没办法说是你要减多少。但是这芬太尼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很多了啊。事实上就跟这个韩明刚刚讲的一样，确实只要有一部分就可以致人于死，它只要多少就可以致人于死的。0.2毫克就可以致人于死，就这么一点点。然后它有多严重呢？1公斤的芬太尼来讲的话，可以让50万人死亡，50万哦。然后如果180公斤的话，有9000万人会死亡。所以确实这个毒性是很强哦。那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之后，现在来讲，美国光现在查获的这种芬太尼有多少呢？我跟你讲，刚刚我们讲的是1公斤50万人，是它查获的数量，我把它换算成公斤来讲的话，有8800公斤。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毒品泛滥到有多严重，很严重。它2023年的时候，它因为这个药品滥用死亡人数有达到107000人，其中有7万多人是因为芬太尼的因素致死。好，那现在但是问题是这个芬太尼是从哪里来？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特别要讲，不是从中国来，因为芬太尼本身是一种止痛药或麻醉剂，你开刀的时候你要止痛嘛，或者是你麻醉的时候用这个麻醉剂。那中国来讲，在2019年已经禁止芬太尼生产跟销售，已经禁止生产销售。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从印度印度来讲，我们都知道印度其实制药也很厉害，很多这个芬太尼的原料是在印度制造以后，然后经过管道，他们黑道的走私到墨西哥那边以后，制成成品之后，那是谁走私进美国？是美国人自己走私进去的。他开车从这个墨西哥的边境，因为那个东西只要很少的数量，其实是很好夹带，很好携带，从莫斯科的边境就走进去，或者是用邮包寄过去的。所以整个生产大概就是事实上是印度制造这个，他们叫这个前体就是原料了，然后在墨西哥那边生产，墨西哥生产以后寄到美国去。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是美国自己有很多的内容，你不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这种肯面对这个现实的政府来讲的话，有作为政府，你应该面对现实，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自己医疗怎么去管制，你内部治理的问题；第二个你社会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来讲，很多的低层的民众来讲，那心理受伤很重，或者经济因素，所以他们毒品泛滥的非常糟糕。我觉得这东西你去甩锅到关税是没有用的啦，你课征到多少关税，你自己内部不管是医疗管制啊，或者是这个民众内心心理深处，他为什么你不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你永远都是毒品的问题。没有错，这件事情已经困扰美国非常多年了，可是美国自己可能也要检讨自己的策略或者是政策有没有什么样不对的地方，不要一味的只怪别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本人，现在人正在中东访问，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要出发到中东之前，卡达就先讲我要送你一架飞机，哇，他好高兴哦，他还发文哦，他说卡达政府提供的豪华喷射机将作为战时的总统座机空军1号使用。前天我们就在讲了呀，你当美国总统，你的安全很重要呢，人家送你飞机你就拿了，万一里头被人家放了窃听器，或者是遥控炸药你怎么办所以其实华盛顿他们会有疑虑啊，道德问题，你可随便收人家这么贵的礼物吗？还有安全疑虑啊。川普看起来其实都没有在管的耶。我们看到呢，这些中东国家争先恐后，看起来都在讨川普欢心，包括他的第一站抵达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派出了6架 F-15战机进行礼仪护航。透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皇家空军非常罕见的派出了6架 F-15的战斗机进行护航的仪式川普从他的这个空军1号往外面一看，就看到了，他应该很开心如果他没有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忙着谈生意是最佳的业务
代表，真的呢，他很会卖东西呢。他签下了18兆元的协议啊，还有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啊。光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一个国家，他就拿下了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18.27兆元的贸易协议。其中大家关心的军售订单达到了4.32兆台币，这么多这是史上最大的国防军售订单。而另外我们看到过去因为中东地区啊，其实蛮吊诡的。以色列跟这些沙烏地阿拉伯的中东国家其实是不合的，所以最先进的武器其实不会卖给他们。可是这一次有可能考虑要卖给沙烏地阿拉伯 F-35逆踪战斗机这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量产战斗机，沙烏地阿拉伯多年来都想采购，可是问题我刚刚讲卡在以色列那现在川普会跳过以色列吗？我们先来看看拜登，毕竟他年纪已经大了。他在沙烏地阿拉伯签约的时候，突然看起来有一点拜登化网友这样形容。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他走错方向了啦！这个他疑似打瞌睡，走错方向，在沙烏地阿拉伯王储的引导之下，才回过神走回去。那毕竟我是觉得要体谅他，他年纪真的很大了，80岁有了吧，快了79，快了。6月14号要阅兵，快生日了，庆祝他79岁生日。所以我的意思是，他年纪也大了，长途飞行这个也是可以原谅的啦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川普这个在沙烏地阿拉伯出席中东论坛，好多大咖都出席了，包括谁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特斯拉的马斯克、亚马逊执行长贾西、高通的艾蒙、花旗银行执行长，大家都来了带了一拖拉股的企业家去那边。那我们看看呢，川普打算对 AI 晶片禁令开绿灯，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大肆的采购啊所以你看。辉达笑呵呵，超微笑呵呵都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吃下大单。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是有改变？除了我刚刚讲的以色列之外这一次他也跳过以色列，还有叙利亚，在这个阿塞德倒台之后这个强人倒台之后我们看到川普说了，他宣布美国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个国家其实蛮苦难的，人民啊逃的逃，流亡的流亡，死的死，伤的伤那因为内战的关系，现在他解除所有叙利亚的制裁说现在是该国前进的时候了过去我们必须讲，他被很多的强国在强权之下生活得很辛苦。那半岛电视台是说，川普这项声明标志着华府对叙利亚的多年政策出现重大转变。那当然我们希望叙利亚可以越来越好。而另外呢，俄乌这个战场到底该怎么落幕呢？他们要再谈判。那现在川普在中东忙着谈生意嘛，确定由国务卿卢比欧到土耳其出席俄乌谈判。那这是在礼拜四将会发生这个会谈，领袖会谈会怎么谈现在不知道。不过有一个画面，我们请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德法英的夜间列车外交是要到乌克兰去访问的。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豪华的车厢一打开马克宏有一张看起来像是被揉过的卫生纸这个记者啊，这个画面一进来，他就把它揉一揉藏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就说，这个纸会不会是毒品啊？有人就这样讲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法国的外交部，法国当局已经出来否认，他说不是啦，它就是一坨用过的卫生纸因为有人进来要拍嘛，他就赶快把它藏起来，因为他觉得不好看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请教老师。这个画面，俄罗斯他们已经在做文章了他们认为那个马克龙收起来的那个柔克卫生纸疑似毒品，然后他们说英国首相收起来的条根也疑似毒品的用具那当然他们是故意把它夸大，但我想他们3位国家的领导人公然的在那个地方吸食毒品的可能性其实不高了。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太荒谬了那如果真的会这样干的话，我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谁晓得天底下太阳底下各种新鲜的事都有反正我知道俄罗斯的发言人就把这个事情拿来做文章说
你马克龙，你的脑袋有问题了，你就把那个卫生纸那个白色卫生纸再拿出来吸一吸，不就好了？好，你脑袋就可以恢复跟过去一样的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大做文章，那就是一种戏谑，一种嘲笑啊。卢比奥会去土耳其，那泽连斯基应该在14号今天要到土耳其去了，可是泽连斯基他是希望跟普丁谈，普丁是没有打算要他自己要跟泽连斯基谈，因为他认为这个你还不到这个时候来跟我谈，所以他应该是派出一个代表团来。那如果说俄罗斯他派一个代表团，也有可能是他的外交部部长啊。如果是他的外交部部长带了代表团到了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话，那泽连斯基就很难由我一个总统跟一个外交部长来谈判，这也不太好，所以很有可能那就是由他们的外交部长来谈判了。那对于川普来说，他本来也想去，然后他确定普丁不会去了以后，看起来川普就不去了，就叫卢比奥带他去。那这当然这就形成了美国跟乌克兰先谈，接着是俄国跟乌克兰直接谈。那美国能不能参一咖，这不确定。所以我觉得明天的会谈中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最后美国能不能在俄乌的会谈中能不能进入，这个不确定了啊。目前来讲，俄国主张的是他单独跟乌克兰直接谈，啊，那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化性还是蛮大的。川普是不应该拿下卡达的这个飞机了，美国不是那么穷的国家，美国今年的国防预算编了有1万多亿美元，是。那事实上这个钱你说你要拿出几个亿，要来换一下你的空军1号，我想这个没有什么负担了。但是你去收人家的礼物，而且川普他想的不是他这3年用这架飞机，是3年后卸任了，把这架飞机转到他的图书馆，然后由他来使用，这个就超过了，这等于是公然变相的收受贿赂4亿美元呢。对，这个不太好啊，这个是真的是会让全世界都惊讶，都觉得美国的总统怎么可以公然收贿啊？一般来讲，礼物就是纪念性质嘛，不能够具有这么高价值的东西。不过我觉得白宫吹嘘了，川普吹嘘他拿下这个沙特的6000亿的订单，没有，因为白宫公布的就2830亿。那所以大家算来算去以后就说没有啊，没有6000亿啊，就2830亿啊，而且里面有很多项是拜登时期这个就已经在谈的事情了。另外1000多亿是要买军备，没错，现在就是因为川普跟以色列的那条湖搞翻了，他们2个很不合，那很不合的情形下，他如果一口气卖给这个沙特 F-35的话，这个沙特的武力对付以色列，那就是具有这个针对性的了。那我想要看最后能不能成交。是，彬哥，我觉得美国总统公然接受外国贿赂不会有问题吧？对啊，好扯哦。美国不是很多政治人物，你拿了外国什么东西都要被调查的吗？是啊。那这么大的一颗，你美国的司法单位不会当作没看见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贿赂啊，公然贿赂啊。所以我觉得这在搞什么？而且我觉得美国安全局怎么会让川普上飞机？不可能啦。因为川普要去的每个地方都要安检人员全部检查过一遍才可以进去。那哪有这种总统说我要搭这台飞机我们就去搭了？你怎么知道上面有没有窃听器？怎么知道上面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机关？正常你要，就算这台飞机川普真的要收，安全人员应该要把整台机器整个拆下来，每个零件都要看。通常是这样啊，对，都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知道它里头装了什么？没错。所以，万一俄罗斯在里头装了个追踪器，麻烦大。然后或者一个晶片放进去，你也查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啊！我不晓得川普到底搞不搞得清楚状况，难怪他的内阁阁员没有一个有最基本的安全的概念，都蠢到连皮包都会被人家偷走。还有群组，还有记者。对啊，所以我这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那你也可以很明显看到，不管卡达也好，沙烏地阿拉伯也好，极尽贿赂之能事。那我就觉得，你看人家中东这个才是对的嘛，我们干嘛花什么几千亿台积电啊？我们送他一架飞机不得了吗？他就好开心了。对啊，这样子搞不好我们关税就降下来了。对，人家在教，赖清德有没有在学啊？这一招不是比较好用？然后你看，川普还自动帮人家加码，
人家说2800亿，你就直接6000亿。川普已经不止一次这样了，台积电明明说1000亿，他现在已经变3500亿了，随便他喊，怎么算的？他高兴就好。但是如果川普真的卖沙特阿拉伯 F-35的话，中东事情就大条，以色列绝对不会做事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国土那么小，如果他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有可以跟他匹敌的武器，他麻烦大。对。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一定会动用他所有在美国内部的关系去阻止这件事情，这个他不太容易让它发生。然后，川普毕竟也快80岁了，他真的年纪也不轻了。我讲实在话，我其实很佩服他。对啊，一个快80岁的人，美国总统每天要忙多少事情啊？是。然后这样到处奔波，能够打个盹或迷失一下方向，我真的觉得还好，也不要再苛责他。真的还好啦，我觉得他真的已经算是这个身体很强健的。对。我觉得这个俄罗斯要跟乌克兰在这个土耳其和谈根本就是全世界在看了一场闹剧，你知道？我根本不可能谈出什么，因为整个事情经过我讲给大家听。事情是什么？是俄罗斯，因为他要办阅兵，红场阅兵，5月8号办阅兵，他说我们停战3天，你不要来偷袭我，我这些贵宾来，你不要飞机这个无人机飞到我这个俄罗斯的广场，我国家在办庆典，你不要打，我们大家停战3天。结果那时候泽伦斯基讲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吧？他说：“我不能保证去那边每个人的安全，要停战就停战30日，不要只停战3天。”这个时候有4个国家听到了，一个是波兰，一个英国，一个德国，还有一个法国，这4个国家元首就在那边，因为他们实在是支援不下去，也看得出来乌克兰快撑不住了。他说：“我们来和谈30天好了，我们停战30天。”这个4个国家元首也附和泽伦斯基讲要停战30天。这是在几月几号？5月8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5月15号就开始谈判了嘞？那这个战争打了3年，你说1个礼拜就可以决定这个停战的条件，怎么可能嘛？好，这4个国家一喊，你知道这个普京来讲，好吧，你们要喊我也跟着喊，不需要停战30天，我们5月15号直接在土耳其这个和谈，就泽伦斯基更狠，他说这个5月15号我在土耳其等你，普京来，就你说是不是在闹剧？然后普京说这个好，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派人去跟你谈。但是这时候小泽就讲说，又开一个条件，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普京要亲自来，我才跟你谈，你不然你普京不来，我不谈，你派一个代表来，我不谈。大家想想看，这时候普京怎么去？他怎么可能亲自去跟你谈嘛？然后打了3年的仗。你说这么多的国家，包括北约、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都卷进在里面，怎么可能1个礼拜双方就可以谈出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看这些国家的一场闹剧根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另外来讲，我觉得一个最严重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关心俄乌的战况进展。俄罗斯现在在干嘛呢？是在大举进攻，红军正快要打下来，已经大突破了。所以泽伦斯基，俄罗斯可能是美国，包括到这个北约这国家都看出来，其实乌克兰撑不了多久了。好，我们看到呢，川普人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嘛，在中东嘛，他又不断的放话，透过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他说1个月前各家公司对我不满意，但随着市场上涨，他们态度改变了，市场上涨真的是没妙，它还会继续涨得更高，他又在对股市喊话了。所以呢，媒体就说他是川头股你当一个美国总统，你到处在放话，你这样不是在影响市场吗？真的是很难想象啊。不过呢，他对联准会主席可是毫不客气他不断的说你在搞什么，赶快降息呀！那联准会其实蛮冷静的他说风暴还在路上，你叫我降不可能。因为你现在没有看到风，没有看到雨，可是风暴还在路上我们看到，包括《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讲在关税推升通膨的麻烦还没有在最新公布的 CPI 数据中显现，你还没显现出来呀。所以对联准会而言它必须要预估一下这个天气，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他还得观望啊，不是像你川普说风是风，说雨是雨。而另外呢，民调的的确确最近川普有稍稍的回升，这可能也是他的底气，他觉得我做得很棒啊。你看支持率弹回44%，美国人的经济信心也升温，这是路透社做的公布的民调他的这个支持率有一点点回升啦
这个上个月是42%，现在回到44%，小升2%。那对于它的经济管理的支持度也从36%上升到39%，回升了3%可是大家还是对经济衰退的担忧非常的大。过去上个月有76%的民众认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衰退，有76%的人觉得会。现在呢有点下降大概有69%的人担心会有经济衰退，有下降，可是还是很高那我们看到呢，对于股市下跌的比例也从67%减到60%现在感觉上有一点点回升，所以川普现在又得意洋洋了。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讲，川普关税他态度前后不一那重点在哪里呢？因为美国民众难以忍受脱钩的代价，这个在我们新闻大白话已经讲了很久，好几个礼拜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因为它国内通膨的话，或者是你物价高的话，美国人承受脱钩的痛苦是有限的呀。货架没了 ，Christmas 没有东西可以买了，或者是你要花上数倍的价值去买，那美国人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就预见了我们也预言了这样的结果。而另外呢，中国寄到美国的小额包裹关税再调降这个是讲的是这些电商，像是拼多多、美国版的 Temu 还有 Shein 这些这个物美价廉的一些网站这个电商那现在受惠了。譬如说他在美国买了一些化妆品这些像女生会买一些什么，妇女会买一些家电厨具好了，厨具用品本来它关税是达到120%，现在降到54%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最后会降到30%。所以像是这些网站这些电商都受惠。而另外呢，川普冻结补助它是要挟希望这些州来这个配合联邦的移民执法。可是有很多州超过20州，他们不服，他们提诉讼要联合起诉川普政府这个移民政策，因为要强制把这些移民给遣送走。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剥夺美国国会对于联邦预算的决定权，属于违宪你不给我钱这是违宪的。而另外呢，川普热迎59名南非白人难民入境，惹意你大规模驱逐没有这个证件没有申请的移民的同时，却欢迎首批南非白人的难民入境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双标嘛所以在这个美国国内也引起了一些整个的一个反弹那南非政府有发声明说，美国关于阿非利卡人遭到迫害的指控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他们是全南非最富有、最成功的族群之一。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有钱，所以川普说OK， 你可以来来，赖老师。我觉得川普的民调虽然有回升，不要忘了还是在44还是有1半以上的人不支持川普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脑袋清醒的看到。那即使说对于经济衰退也有点乐观，但是还是有67%的人他认为69%的人还是认为美国的经济还是会继续衰退。对69%是很高的数字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经济还是悲观的。对股市你看还是有60%人认为股市还是会往下降，那就代表什么？还是不看好。对，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经济绝大部分呢都认为经济会继续衰退，股市还是不看好？虽然有点回升，但是还是绝大多数没有信心。最主要就是川普的反复无常，而且川普的关税是暂时的，他对欧洲所有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是在7月9号到期那在中国大陆是8月到期嘛，所以因为中国大陆是谈完了以后，在5月12号开始生效的时候是90天，但是对其他的国家是4月9号一直到7月9号，所以时间是越来越压迫了。那如果跟其他的所有的国家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这个对等关税是不是要按照它原来所列表的来课？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关税大战了。那现在印度已经摆明了，我就是跟你干到底了。日本也开始转强硬了，欧洲也比以前更加的强硬。那几个大的经济体都开始要对美国强硬。现在最苦主就是英国嘛，大家都认为说
你英国干嘛跪地求饶成这个样子？你本来想做范例的，那现在其他的国家为什么我要追随英国？你对中国大陆那么好，你对于其他的国家，你对英国那么的刻薄，难道你要对我们也要刻薄？他们要起来跟他对抗，我觉得川普后面的谈判会越来越困难。那大家经济当然一直有不定的因素嘛，这也就是联准会才会说这个坏的情况还没走嘛。你要等到你关税是稳定的，而不是你自己把它当武器可上可下。关税怎么可以当武器？巴菲特说你怎么可以把关税拿来当武器？关税是稳定的很重要的一股力量。结果川普把它当儿戏，我觉得他把整个美国的经济搞坏了，他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现在的情况是，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小额的一改再改？包裹，为什么一改再改？因为很多方法嘛。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对小额你给我课到120的关税，我把整个包装成为货柜卖到美国去，我在美国有一个仓库，在那边再重新分包装，我从美国寄，是，难道不行吗？对，那你还更没有税嘞，而且税可能才10%，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川普自己可能后来也想想，联邦快递也没有业务可以做，都裁员了，都裁员了，对，损失更大嘛。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现在通膨放缓了，可是川普还是跟这个联准会呛下，就你赶快降息啊！来，彬哥，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川普在意的根本不像是他在意经济，他一直逼着逼着鲍尔在这时候降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他想要炒股票。对呀，对啊，这超明显的，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好吧？美国总统公然内线交易是没有问题的吗？我真的觉得很怪，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鲍尔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说真的，请问一下，现在美国跟全世界关税谈定了吗？根本没有啊。对啊，你连跟中国也只是先缓解90天而已啊，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经济真正的风暴到底会不会来都不知道。而且就算你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的关税，美国如果普遍对全世界增加的是10%的关税，其实也一样会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动啊。很多产品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好卖，很多经济活动可能就开始停滞啊。所以这个对未来都是会产生变数啊。所以我觉得正常人是不会在这时候急于去降息去刺激经济活动。更何况最近因为川普不断的改变政策，他一跟中国大陆谈妥之后，经济已经开始自然被刺激了。所以既然市场已经有自然的动力，你何必要再降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很奇怪。那当然现在川普因为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说最近这阵子股市有在涨啊，整个看起来情况好像相对之前好多了。可是其实风暴根本还没过去，现在只是暂时那个我们在台风眼当中，过了台风眼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根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风雨飘摇的。很多国家尤其是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这种硬挺下来挺住了之后，他一定会跟着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我就看到一个漫画显示，川普不是讲那个 kissing my ass 嘛，然后那个漫画就画川普挺个大屁股，然后就问谁要来亲我的屁股啊？结果你就看他屁股上面全部都是德国、中国、法国、加拿大、欧盟，全部都是他们的脚印，然后只有一个嘴唇，那就是我们台湾。我也有看到。对，那你觉得这样是好事吗？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第2轮战争才刚刚要开始，这个恐怕世界经济的风暴只是在不断的延续而已，而不是已经终止但是川普自己内部的问题其实也还是很多。你看我相信他这一任诉讼案绝对比他第一任的时候要多2倍、2到3倍以上，非常多。但是至于说他对南非这个白人呢，我必须讲，那一些人根本不是难民，那一些人每一个人都符合那个川普500万可以买金卡的那一个，那些人搞不好资产都远远超过500万美金啊，哪是什么难民？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请下将军。川普好，虽然说这次民调回弹一些啊，虽然说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美国有20个州要对他提出司法的这种这个司法的制裁和起诉。但是我觉得川普大家要考虑到，他现在你去了解他这个人其实他已经79岁了他马上要过80岁的生日，因为我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是逢9不过的了所以他现在是庆祝80岁的生日。这个时候我觉得川普他会在意这些民调吗？他根本就不在意民调高低，因为他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了，他不会去竞选连任了，这任是他最后一任。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你看了就对美国来讲，我们现在不管你再怎么研究，不管是关税啦，或者是移民政策或者是司法起诉，或者是他的这个极右派的思想，我觉得只有一件事情，他现在就是很任性，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不再选举了。那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而且他也不在乎盟友你看到不管是对加拿大，或者是对墨西哥，甚至于连他最亲密的战友以色列，他都如此。他甚至去人家送他一架大飞机，他马上就这个卖 F-35战机给沙烏地阿拉伯，然后他因为这个仗打不下去了，他不怕得罪纳坦雅胡纳坦雅胡，你知道美国现在已经跟这个胡塞已经停战了，你知道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再付出太多的战损，2架飞机掉到海里去喂鱼之后，他就跟胡塞停战了。那现在治纳坦雅胡，你看有多难看？纳坦雅胡国际机场才被导弹打下，然后这个现在来讲，川普去卖沙特 F-35战机，然后跟胡塞那边停战。所以种种来讲，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川普这个人你真的他是不可预测，你也不要把他当盟友。